血压达到多少会触发脑出血？高血压有3条红线，做到心中有数。医院的病房里，老张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回想着自己突发脑出血前的情况。老张一直知道自己有高血压，但总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也没太在意。直到那天，他突然眼前一黑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他醒来，已经躺在了医院。医生告诉他，这是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。高血压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慢性病，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。血压升高，随时可能触发脑出血，给患者带来生命危险。那么，血压达到多少会触发脑出血呢？一、血压与脑出血有什么关联？血压是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，这个压力在我们的身体里有着非常大的作用，能保证血液顺畅的流动，让我们的心脏、大脑、肝脏等器官都能得到充足的血液供应，从而正常工作。但是如果血压不正常，特别是血压升高，就容易出现问题，比如脑出血。脑出血是大脑里的血管破了，血液从血管里流出来，跑到脑组织里去了。这种情况很危险，而高血压就是导致脑出血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当血压长期处于高水平，血管壁就一直在承受着很高的压力。时间长了，血管壁弹性会减弱，容易出现破裂的情况。一旦血管破了，血液就会溢出来，跑到脑组织里，造成脑出血。脑出血可能导致偏瘫、失语甚至死亡，所以控制血压就显得非常重要。血压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，特别是高血压患者要注意3条红线，一旦达到触发脑出血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。二、高血压要注意哪3条红线？血压是分为收缩压和舒张压的。在说3条红线之前，先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概念。收缩压是心脏每跳动一次，把血液推向全身的时候，血液对动脉壁造成的压力。这个压力是保证血液能够流到全身各个部位的关键。舒张压是指心脏在跳动之间休息的时候，动脉因为自身的弹性收缩回去，这时候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。这2个压的数值，一个代表了心脏工作的强度，一个代表了心脏休息时的血管状态，它们都非常重要。我们的血压状况是由这2个数值共同决定的。如果收缩压太高，说明心脏在泵血时承受了太大的压力；如果舒张压太高，则意味着心脏休息时血管的压力也没能得到适当的缓解。所以我们平时说的血压正常或不正常，其实就是在看这2个数值是否在健康范围内。只有当收缩压和舒张压都保持在合适的水平，我们的血压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正常。了解完收缩压和舒张压之后，下面就给大家说下哪3条红线要注意。第1条红线，收缩压140毫米汞柱和舒张压90毫米汞柱。血压如果到了收缩压140毫米汞柱和舒张压90毫米汞柱，已经算是高血压的临界点了。这个数值是个很重要的信号，提醒我们得开始关注血压问题了。如果血压经常在这个临界值附近晃悠，或者直接超过了，那就说明血管承受的压力太大了。现在很多上班族因为工作压力大，晚上又喜欢熬夜，吃饭也是东一顿西一顿的不规律，这样的生活习惯很容易让血压慢慢升高，直到达到那个临界值。可能一开始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因为高血压有时候是没什么明显症状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当回事。事实上，如果血压长期处于这个水平，血管就会一直承受着过大的压力，血管弹性变差，会变得脆弱，得脑出血或者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增加了。第2条红线，收缩压160毫米汞柱和舒张压100毫米汞柱。当血压升到收缩压160毫米汞柱和舒张压100毫米汞柱的时候，情况就比较严重了。这意味着血管要承受的压力比正常情况大得多，而且血管壁也会因为这种持续的高压而受到损伤，损伤的速度还会加快。特别是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来说，如果他们本身就患有高血压，再加上平时生活中的一些不太健康的行为，比如吃得太咸、抽烟、不运动等，这些习惯都可能导致血压一下子冲到这个比较高的数值。很多人可能不觉得高血压有多可怕，但是如果血压一直这么高又不控制，时间长了就可能引发心脏病、中风等一系列健康问题。
第3条红线，收缩压180毫米汞柱和舒张压110毫米汞柱。当血压一直往上升，收缩压超过了180毫米汞柱，舒张压超过了110毫米汞柱，这个血压情况就非常危险了。在这个阶段，高血压不仅是在给血管带来巨大的损害，还可能引发其他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。心脏可能会因为长期的高压而出现问题，导致心脏病；肾脏也可能因为血压过高而受损，最终可能导致肾衰竭。这些问题都不是小问题，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，甚至威胁到生命。所以一旦血压达到了这个极限的水平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，必须立刻去医院找医生。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专业的治疗和管理，自己在家处理是肯定不行的，因为可能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病情有多严重，也没有合适的设备和药物来进行有效的治疗。医院里有专业的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生，他们能提供最合适的治疗方案。可以看出，高血压是非常可怕的，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血压情况。那么如果已经有了高血压，又该如何去应对呢？3. 出现高血压如何应对？1. 测量血压。了解自己的血压状况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定期测量血压。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，都应该把测量血压当成一种习惯，这样就能及时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，对健康更有把握。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电子血压计，操作简单，测量准确，可以在家里备一个，这样你想什么时候测就什么时候测，非常方便。可以给规定自己每周至少测量2到3次血压。如果哪天觉得身体不太对劲，或者最近生活习惯有了比较大的变化，比如熬夜、压力大、饮食不规律等，就可以多测几次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。测量血压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，但这个小习惯能帮你及时发现血压的异常。如果发现血压有点高，那可能就是提醒你得注意调整生活习惯或者去看医生了。反之，如果血压正常，那你也能更放心。定期测量血压是对身体负责的表现，尤其是对于那些有高血压家族史、平时生活压力大或者年纪比较大的人来说，更应该重视血压的监测。2. 调整生活方式。要想控制血压，先得注意饮食。我们平时吃的盐其实是血压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，所以得尽量少吃盐，每天吃的盐最好别超过5克。另外可以多吃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比如芹菜和香蕉，这些食物里面有一种较钾的元素，对降低血压有帮助。还得少吃那些脂肪和胆固醇高的食物，比如油炸的、油腻的，这些吃多了对血压不好。除了吃，运动也很重要，最好能坚持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，比如快走、慢跑、游泳之类的。这些运动能让心肺功能变强，血液循环也会更好，对控制血压很有好处。还有抽烟和喝酒对身体都不好，尤其是对血压。吸烟和过量饮酒都会让血压升高，对血管也不好。所以要想控制血压，戒烟和少喝酒是必不可少的。控制血压不是一件难事，但需要我们在饮食和生活方式上做出一些改变。长期坚持下去，血压就能保持在比较健康的水平。3. 按时吃药和复查。如果已经被诊断为高血压，一定要严格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。医生会根据你的身体情况，可能会给你开一些降压的药，这些药是用来帮助控制血压的，得按照医生说的剂量和时间来吃，不能自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有的药可能是1天吃1次，有的可能是早晚各1次，记清楚按时吃。而且吃了药之后，不能自己觉得血压好像正常了，就随便减量或者干脆不吃了。除了按时吃药，还得定期去医院复查。这个复查很重要，因为医生要通过检查来看你的血压控制的怎么样，药效好不好。如果血压有变化，医生可能会调整治疗方案，比如改变药的种类或者剂量。吃药和复查这2件事都不能马虎，药要按时吃，复查也要按时去，这样才能更好的控制血压，减少高血压可能带来的风险。结语：血压的高低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，尤其是高血压患者更要时刻警惕那3条红线。了解血压达到多少会触发脑出血，
能让我们更加重视血压的管理，做到未雨绸缪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不能忽视血压的微小变化，要通过定期测量、调整生活方式和遵医嘱治疗等多种手段，将血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守护好自己的健康，远离脑出血等可怕疾病的威胁。